杰克捡起石头狠狠地尝了一口，却发现味道极其苦涩，于是用力将石头丢出数米开外。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石头竟然变成了一只螃蟹。他看杰克拉不动黑珍珠号，就决定回去找同伴帮忙。伴随剪刀手发出信号，面前的石头全部变成螃蟹响应号召，数万只螃蟹竟拖着黑珍珠号移动起来。没过一会儿，众人就看到黑珍珠号驶来，只见杰克立于桅杆之上，在人们的注视下穿越白色沙漠，驶进了蓝色大海。Impossible。众人立刻上前迎接，为了离开魔域，杰克只能和手握藏宝图的巴博萨合作。可刚一上船，俩人就为船长职位大吵一架。What are you doing? What are you doing? No, what are you doing? What are you doing? 不仅如此，杰克还因为自己的望远镜比巴博萨的小而陷入深深的自卑中。晚上，他们行驶在阴间的海面上，却发现水里漂浮着无数灵魂。海洋女神告诉他们，灵魂本该由戴维琼斯引渡到阴间，但他背叛契约，导致灵魂变成孤魂野鬼，自己也被海洋诅咒变成章鱼模样。接着又一批特殊的灵魂飘来，但他们不是邓布利多的学生，而是被人杀掉丢进大海的冤魂。伊丽莎白发现自己的父亲维瑟比也在其中，她高兴地呼喊父亲的名字，以为众人回到了阳间。一旁的杰克却说，我们还在阴间，那只是你父亲的灵魂。维瑟比看到女儿后说出了自己的死因，原来戴维琼斯是引渡亡灵的工具，谁杀掉戴维琼斯，谁就会成为下一任船长，继续引渡亡灵。维瑟比知道这个秘密后，就被贝克特灭了口，因为贝克特不想让人知道掌控戴维琼斯就能掌控大海。伊丽莎白丢下绳子想把父亲拉上来，但父亲却平静地选择了死亡。I'll give your love to your mother, shall I? 众人只能不停安慰伊丽莎白，但谁也无法改变这悲伤的结局。第二天下午，大家的储备物资已粮尽援绝，如果在日落前没有离开这里，他们就会永远迷失在阴阳两界之间。威廉回想起藏宝图上的谜语，日出时有一道绿光直冲天际，可问题是绿光只会在日落时才出现。威廉的自说自话给了杰克灵感，他拨动图纸发现了玄机。Up is down。如果上就是下，那么日落反过来就是日出，只要让船翻过来就能回到阳间。他知道这很难说清楚，就带着众人在船的两侧来回奔跑。船身在重力的作用下很快摇摆起来。看到藏宝图的巴博萨也参透了其中之奥妙，他下到船舱，让众人把捆绑货物的绳子全部砍断，从而加大摇摆的力度。在所有船员的努力下，黑珍珠号的甲板已经完全垂直于海平面。他们虽然抓住了船舷，但整个人也失去落脚点。一个肾亏的水手没抓牢，直接掉在船网上，下坠的铁炮让他没能回到阳间。接着整艘船反转在海水中，伴随落日余晖的消失，一道绿光也直冲天际。黑珍珠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着冲出了海平面。看着初升的太阳，他们确实回到了阳间，可下一秒几人就拔枪互相瞄准对方，场面瞬间变得焦灼起来。虽然几人共同经历了冒险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。巴博萨要杰克参加海盗大会对抗贝克特和戴维琼斯，伊丽莎白想要借海盗的力量干掉贝克特为父亲报仇，所以他也要杰克参加海盗大会。威廉则想用黑珍珠号换取父亲的自由，而杰克害怕战败后再次被戴维琼斯抓进魔域，所以他想要继续逃跑。眼看几人无法达成共识，威廉就建议先去找些食物。他们通过藏宝图发现前方有一座小岛，可众人刚上岸，一股腐臭味就扑面而来，只见一个庞大的遗体赫然就在前方，上空盘旋的鸟正在吃免费的午餐。走近发现这竟是北海巨妖克拉肯，没想到海洋霸主的结局竟如此悲惨。克拉肯本是深海阎王养的宠物，身长22米，触手60米有。凡是被他盯上的人，要么被拉进深海，要么被触手卷起丢进深渊巨口。遇到他的人宁愿让队友给自己个痛快，也不愿成为克拉肯食物，因为他在吃掉你之前会吸食你身上所有的液体。就连大名鼎鼎的杰克船长也无法逃脱他的魔爪。贝克特惧怕戴维琼斯用克拉肯对付自己，就逼戴维琼斯用毒苹果杀掉了克拉肯。看着被毒死的克拉肯，杰克明白海盗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小。这时一艘海盗船正急速靠近黑珍珠号，校风提供的人马立刻拔枪对准杰克。等他们被抓上船后，才知道威廉为得到黑珍珠号救回父亲，已将杰克与巴博萨出卖给校风。You agreed. The Black Pearl was to be mine. 不料校风出尔反尔，直接给了他一个教训，而杰克则被校风当成礼物送到了贝克特的船上。这时贝克特的手下乘小船登上了黑珍珠号。Beckett agreed. The Black Pearl was to be mine. Lord Beckett's not going to give up the only ship as can outrun the Dutchman, is he? 贝克特本来答应会用黑珍珠换杰克，不料贝克特也出尔反尔，
给了校风一个教训。一旁的巴博萨奉劝校风，只有联合海盗才能赢得未来。校风却认为贝克特的舰队至少是海盗的10倍，同时他还掌控着深海阎王戴维琼斯，海盗根本没有对抗贝克特的实力。巴博萨则反驳道，只要将海洋女神释放，就能扭转乾坤。校风误以为伊丽莎白就是被封印的海洋女神，于是立刻改变主意，只要能带走伊丽莎白，自己就帮助巴博萨等人逃跑。威廉立马出面阻止，但伊丽莎白认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脱身，于是答应了校风的要求。而在不远处的船上，贝克特正和杰克谈判，他要杰克当自己的卧底去调查海盗大会的最新情报，给的好处是戴维琼斯不再来追战。杰克表面上答应了贝克特，但实际只是想延缓戴维琼斯追杀自己。就在两人达成约定时，一发炮弹袭来，正是校风发起的攻击。他开船带走了伊丽莎白，巴博萨也在校风的帮助下将黑珍珠号驳回。杰克也趁乱抓住船帆的绳子回到黑珍珠号，他们当即决定去沉船湾召开海盗大会。贝克特没想到校风会来这一招，当即让戴维琼斯去追校风。此时伊丽莎白被校风扣在皇后号上，校风拍了拍手让侍女都退下，然后拿起一片叶子放进嘴里清新口气。校风的野心很大，他想让海洋女神为自己诞下子嗣，从而称霸海洋，接着就做起了违背道德的事。可伊丽莎白却狠狠咬了他一口，校风顿时勃然大怒，准备全力以赴。此时戴维琼斯已经追了上来，他手下的水鬼抓着帆绳登上了皇后号，对着可怜的船员就是一顿撕咬。校风也没想到会因为一个吻付出生命，报应来得如此之快，让他坚信伊丽莎白就是海洋女神。他把海盗王的信物从脖子上取下，让伊丽莎白接替自己成为新加坡海盗王，然后就离开了人世。这时在外面拼死拼活的二把手跑了进来，他跟了校风30几年，如今看到校风把位置传给一个女人，气的是扭头就走，可刚一出门就被皇家海军抓住。You are not my captain. Who among you do you name as captain? Captain, sir. 没想到领头的是深爱伊丽莎白多年的诺灵顿准将，如今他也算是戴维琼斯的领导。戴维琼斯刚想欺负伊丽莎白，诺灵顿就直接让他滚蛋，戴维琼斯也只能尴尬的离去。可伊丽莎白并不领情，因为他发誓会杀掉贝克特为父亲报仇，所以坚定的选择了海盗阵营。只是他不知道诺灵顿拼命升官都是为了他，诺灵顿只能让手下用绳子把皇后号拖走，把船员都关进牢房里。伊丽莎白知道威廉的父亲在荷兰人号上干了10几年，就想托关系尝试得到帮助。他见人就问你们谁认识比尔特呢？可回应他的都是无情又放肆的嘲笑。这时一个声音从牢房的墙壁上响起，伊丽莎白回头望去，只见那人的身体已经和船融为一体。You know my name, Yes, I know your son. William. 听到儿子的名字，比尔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回想起儿子给自己的承诺，他以为威廉终于来救自己了。可看着伊丽莎白娇美的面容，他又失落起来，因为儿子要想营救自己，就必须杀掉戴维琼斯，而成为荷兰人号的船长每10年才能上一次岸，到那时儿子就不能和心爱的人朝夕相处。比尔并不认为儿子会为自己放弃伊丽莎白。 You won't pick me. I wouldn't pick me. Tell him not to come. 接着他又回到墙壁中，沉睡在海洋生物的包裹中。伊丽莎白本想再多说2句，不料比尔突然睁开眼睛，不停重复和刚才一样的话。 William, he's coming for me. Wait and see. You'll see. I promised. 伊丽莎白知道比尔也想被选择，但也无计可施。几个小时后，诺灵顿趁守卫休息打开牢门，放走了伊丽莎白。他们在月色的掩护下，顺着绳子爬向皇后号。虽然诺灵顿一直在为贝克特做事，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娶伊丽莎白。伊丽莎白也在这紧要关头被诺灵顿感动，他邀请诺灵顿加入自己的海盗阵营。就在诺灵顿犹豫时，神志不清的比尔听到动静跟了上来。比尔与船融合得太久，现在只记得服从船长的命令。诺灵顿只能让伊丽莎白先走，自己留下断后。可这时比尔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诺灵顿只能拔枪打断2船之间的绳索，但这也断绝了自己的后路。当他回头时，比尔趁机一剑刺穿他的身体。伊丽莎白成功逃走后，诺灵顿已经奄奄一息。 James Norrington, do you fear undead? I take that as a no. Nice sword.
戴维琼斯命令水鬼去找回放在船长室的巨魂棺。当他们好不容易控制了船上的皇家海军时，才发现贝克特的手下马瑟已经成为新的船长。而在另一边，威廉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父亲。在黑珍珠号去往沉船湾的途中，他一直暗杀水手，并用尸体给贝克特做导航，目的是想借用海盗的力量干掉贝克特，从而救出父亲。杰克发现后给出一个更好的计划，他让威廉带着罗盘去获得贝克特的信任，以此将他们引到海盗的聚集地沉船湾，自己则找机会登上荷兰人号刺穿戴维琼斯的心脏，到时释放比尔的父亲，并让他和伊丽莎白长相厮守。这次杰克没有玩弄威廉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活着，戴维琼斯就不会放过他。刺杀戴维琼斯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。威廉认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，就同意了杰克的计划。接着杰克哈出一口仙气送威廉下船。威廉作为杰克的卧底找到了贝克特，他拿出罗盘投降，并表示愿意带贝克特去沉船湾。贝克特立马封他为皇家奋进号的大副，接着便踏入了杰克的陷阱中。与此同时，黑珍珠号已经到达由无数废弃船只搭建而成的沉船湾，这里的防御固若金汤，是所有加勒比海盗的根据地。如果没人指路，根本无法找到这里。海盗大会也在巴博萨的牵头下宣布开始，他要求各大海盗王拿出证明身份的信物，因为海盗大会在成立时穷得叮当响，根本拿不出银币封印海洋女神，所以只能用一些零碎的东西代替。他们分别是印度海盗王的鼻烟壶、地中海海盗王的扑克牌、亚德里亚海盗王的酒瓶口，以及南海海盗王秦夫人失明前用的眼镜。里海海盗王巴博萨的信物是独眼海盗的玻璃眼珠。加勒比海盗王杰克的信物则是头巾上的银币，但他没有着急交出信物，而是要等新加坡海盗王校风来了之后再做决定。这时逃脱的伊丽莎白赶到，他告诉众人校风已被皇家海军杀死，现在他是新任船长。同时贝克特已经知道沉船湾的位置，不久之后就会赶来。巴博萨立刻提议释放海洋女神来战胜贝克特。自从第一届海盗大会封印海洋女神后，大海确实变得风平浪静，但这也便宜了贝克特的皇家海军，再不采取措施，他们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。只要将海洋女神释放，作为奖励，他一定会帮助海盗战胜贝克特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海盗都吵了起来。一部分海盗们认为海洋女神性情多变，很难控制，搞不好会因为被封印反过来报复海盗。海盗王意见不合，顿时打了起来。杰克也认为寄希望于海洋女神确实不靠谱，于是就提议按照海盗法典的规则办事。其中一个海盗不愿遵守法典规则，下一秒就被当场击毙。开枪的正是杰克的父亲蒂格，他是上一任加勒比海盗王，把位置传给杰克后成了法典的守护者。传说他已掌握了超自然力量，所以众海盗见到蒂格都是大气不敢喘。根据法典记载，海盗王意见不合时可以投票选出海盗大帝做最后决策，可海盗王竟然只把票投给自己，完全没有大局观。紧要关头，杰克把票投给了伊丽莎白，因为他知道伊丽莎白一定会向贝克特宣战，到那时他就能找到刺穿心脏的机会。其他海盗虽然不服气，但碍于蒂格的威严，还是乖乖服从。 What say you, Captain Swan, King of the Brethren Court? Prepare every vessel that floats. At dawn, we're at war. 巴博萨看计划落空，就让独眼把信物全部藏起来，依旧想要释放海洋女神。蒂格知道儿子想要杀掉戴维琼斯获得永生，就告诉他活出自我比永生更重要。 As Mum. She looks great. 天亮以后，所有海盗立于海面之上，打算与贝克特决一死战。可当迷雾散去后，他们发现贝克特的军舰绵延千里，数之不尽。海盗们瞬间丧失了斗志。眼看双方实力悬殊，他们只能在一片浅滩上与贝克特进行谈判。因为戴维琼斯还不能上岸，所以就站在水桶里。巴博萨以为是威廉把贝克特带到沉船湾，不停咒骂威廉的背叛行为。可实际上，这一切的主谋都是杰克。伊丽莎白知道杰克想要刺杀戴维琼斯，就提出用杰克换回威廉。巴博萨立刻表示反对，因为他需要杰克来释放海洋女神。这时杰克十分配合地摘下了头巾。巴博萨明白杰克的用心，假装生气拔剑砍断杰克头上的信。两人心照不宣地暗自较劲，看谁的计划能取得成功。交换完人质，贝克特表示如果海盗愿意投降就释放一半海盗，否则就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可面对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，伊丽莎白自然不会投降。之后双方各自返回阵营做最后的准备。但巴博萨根本不相信杰克能干掉戴维琼斯，他让手下将海洋女神绑了起来，接着一把扯掉伊丽莎白脖子上的海盗王信，准备释放海洋女神，以此来扭转乾坤。终于让他集齐了释放自己的9件圣物，圣物被咒语点燃，浓烟瞬间钻进海洋女神的鼻孔里。紧接着海洋女神开始膨胀，小腿粗的绳子也无法将她束缚。只见她的体型越来越大，甲板上的桅杆也无法承受神明之躯，开始塌陷。
众人都被这一幕吓得呆立当场。待海洋女神完全被释放，巴博萨立刻上前跪在地上，恳求海洋女神帮忙惩罚贝克特和戴维琼斯。可海洋女神已经知道是戴维琼斯联合9大海盗王将其封印，于是下一秒就对着众海盗破口大骂。她决定保持中立，谁都不帮。在宣泄完愤怒之后，海洋女神幻化成无数螃蟹，犹如滔天巨浪涌向甲板。随着螃蟹一出，甲板遁入大海，海洋女神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在众人还没搞清楚状况时，一股阴风把一个海盗的帽子吹向天空。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刚才还晴朗的天空凭空出现了一团乌云。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海洋女神的帮助，但他们唯一的退路就是背水一战，所以全部海盗不约而同地升起了进攻的旗帜。贝克特看海盗士气高涨，依旧自信满满，就让戴维琼斯打头阵。戴维琼斯看到天空的大漩涡，知道心爱的女人已被释放，瞬间勃然大怒，于是怒不可遏地驾驶荷兰人号冲向海盗阵营。这时海洋女神在大海中间搭建起一个战斗平台，其他船只害怕这股力量，全都不敢上前，只有飞翔的荷兰人号和黑珍珠号奋勇当先。此时的漩涡已经深不可测，巨大的水流让2艘船进入对方的射程之内，双方同时伸出铁炮。紧随巴博萨与戴维琼斯一声令下，2艘船的铁炮瞬间被点燃，终极之战也一触即发。2艘船互相对射许久，没有分出胜负，而大漩涡的搅动却让2艘船更加靠近。于是双方水手抓住缆绳，荡过海面，开始残暴的冷兵器交锋。他们愤怒地嘶吼着，势必要杀个痛快。威廉看到所有水鬼全部来到黑珍珠号上，立刻拔出佩剑，奋勇杀敌。他不确定自己能否从这场战争中活着出去，就向伊丽莎白求婚。接着2人在混乱且危险的战场上决定举行结婚典礼。他们请求巴博萨当证婚人。Dearly beloved, we be gathered here today. Today, the kisses to the mask, you fussy cur. You may kiss. Ah! 在这风雨交加的战场上，彼此终于和心爱之人紧紧相拥，在无数海盗和水鬼的见证下，正式结为夫妻。2个海盗探出头，看到这一幕都露出羡慕的神情。小猴子因为没有成年被挡住了眼睛，可惜这时战争依旧没有结束，双方并没有因为威廉的浪漫婚礼而终止。虽然巴博萨一个顶俩，但也没有让胜利的天平向海盗一方倾斜。而此时此刻，杰克还在荷兰人号里寻找机会。Sam the Heart, live forever.As captain of the Flying Dutchman. If you're in the brain, you just have the heart. 杰克无法接受自己的脑子被人舔，就用杠杆原理摆脱了牢房的束缚，打算找到戴维琼斯的心脏，改写自己的悲惨命运。此时荷兰人号正与黑珍珠号猛烈对射，戴维琼斯也找到干掉贝克特手下的机会。他伸出长长的胡须，钻进贝克特手下的脑子里，伴随手下双腿一软倒在地上。戴维琼斯也拿到了聚魂棺的钥匙，他决定立刻去船长室拿回自己的心脏。不料杰克先一步偷走了心脏，谁知刚来到甲板上，就迎面遇到戴维琼斯。戴维琼斯也不废话，拔出佩剑就要宰了杰克。杰克自知不是7个水鬼的对手，赶紧爬上船舷，用聚魂棺砸断船帆的绳子，在风力的加持下一跃而起，飘在荷兰人号的船帆上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戴维琼斯在荷兰人号附近有传送能力。紧随戴维琼斯一声怒吼，2人在数十米高的船帆上打了起来。因为戴维琼斯受到诅咒以后很少用剑，导致他的剑术一直被杰克碾压，关键时刻更是被杰克砍断挂着钥匙的胡须，手中的佩剑也被杰克击落。好在他左臂的螃蟹钳子更加坚硬，直接将杰克的佩剑硬生生掰断。就在2人要近战肉搏时，大漩涡的水流让2艘船的桅杆狠狠撞到一起，这让杰克直接掉下桅杆。戴维琼斯害怕聚魂棺掉进大海，就伸手拉住杰克，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杰克甩飞。不料此时飞来一个水手，杰克抓住绳子后发现，这正是抢走自己火枪的水鬼小叮当。My pistol. 杰克抓住绳子绕到戴维琼斯背后，一枪打掉他手中的聚魂棺。聚魂棺从高处落下，不偏不倚地砸在寄居蟹头上。会说粤语的寄居蟹就此陨落。威廉看到聚魂棺掉在地上，就抓住帆绳来到荷兰人号上。他抱起聚魂棺打算离开，却在转角遇到自己的父亲比尔特纳。此时的比尔已经完全丧失了心智，就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。 It's Will! Your son!
而在不远处，戴维琼斯飞下桅杆，拿回了吊在甲板上的佩剑，在干掉面前的脑瘫卫兵后，就去抢夺掉在地上的巨魂冠。杰克利用手中的帆绳不停飘荡，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戴维琼斯面前。可他刚想拔剑战斗，才想起剑已被戴维琼斯夹断，于是只能躲在召唤克拉肯的绞盘锤后，和戴维琼斯表演秦王绕刃。没想到戴维琼斯竟打破勾股定理，直接与绞盘锤融为一体。杰克最终因为没有兵刃被戴维琼斯打翻在地。伊丽莎白见状，赶紧抓住帆绳来到荷兰人号上帮忙，拔剑与戴维琼斯纠缠在一起。只可惜戴维琼斯实在勇猛，伊丽莎白很快也被打晕在地。就在戴维琼斯要对伊丽莎白痛下狠手时，威廉及时赶到，一剑刺穿戴维琼斯的胸膛。不料戴维琼斯屁事没有，他用卸甲将长剑掰弯，直接没收了威廉的佩剑，转身一记高扫腿将威廉也踢翻。他嫉妒威廉和伊丽莎白拥有美好的爱情，就将长剑抵在威廉脖子上，打算拆散他们。这时戴维琼斯挂钥匙的胡须刚好被杰克捡到，他及时出现在戴维琼斯身后，只要用断剑刺穿心脏就能获得永生。威廉和伊丽莎白也能长相厮守。戴维琼斯看大势已去，转身给杰克留下一个难题。原本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因为杰克的犹豫化为泡影。眼看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威廉奄奄一息，杰克一时陷入两难境地。这时比尔听到儿子的惨叫，变得清醒过来，他发疯一样的扑向戴维琼斯，与其扭打在一起。可他也不是戴维琼斯的对手，被压在下面。就在比尔也命悬一线时，戴维琼斯突然感觉心口一紧，章鱼胡须也扭动起来。回头看去，只见杰克在最后关头用威廉的手刺穿了心脏。戴维琼斯举头望向天空，说了句“我心爱的人啊”，然后一头栽进深邃的漩涡中。一代海洋霸主就此陨落。接着所有船员来到威廉面前，因为荷兰人号必须要有船长承担引渡亡灵的职责，所以威廉的心脏被挖出来放到了巨魂棺里。这时两艘船在漩涡的搅动下马上就要沉入大海，巴博萨赶紧让手下射出一颗铁锁连环弹，分开了交织在一起的桅杆，这才让黑珍珠号脱离了大漩涡的拉扯。贝克特的两个卫兵也在关键时刻逃离危险，他们抓住帆绳荡过海面，决定以后跟着杰克当海盗。杰克也在紧要关头用船帆做了一个简易的滑翔伞，带着伊丽莎白和巴博萨的宠物猴子离开了荷兰人号，而荷兰人号上的威廉则与大漩涡一起消失在海面。随后杰克和伊丽莎白落到海面，巴博萨驾驶黑珍珠号捞起了两人。杰克看着浩浩荡荡的皇家海军，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下令扬帆进攻。这时不远处响起惊涛怪浪的声音，飞翔的荷兰人号宛如一头猛兽破浪而出，这雄伟的外表顿时碾压在场的所有船只，就连黑珍珠号也比不上它。对面的贝克特还傻傻的以为戴维琼斯在为他做事，于是下令将皇家奋进号的72门火炮全部伸出，打算就此消灭所有海盗。可让贝克特诧异的是，荷兰人号并没有对黑珍珠号开炮，而是呈左右夹击之势，火速向自己驶来。当荷兰人号靠近时，他才发现所有水鬼的诅咒已经全部解除，变回了人形，船长也变成了威廉特。此时的贝克特已经没有撤退可言，紧随杰克和威廉一声令下，整个海面顿时炮水纷飞，不到一泡尿的功夫，皇家奋进号就失去作战能力。贝克特看着分崩离析的皇家奋进号，顿时万念俱灰。他仿佛接受了这个结局，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，淡定地走下舷梯，连同自己的鸿鹄之志一同在海面上化为灰烬。其他军舰看到主帅阵亡，全都一哄而散。海盗们终于凭借不可动摇的勇气赢得了自由。威廉履行诺言，给予父亲自由，但比尔决定留在船上与威廉共度余生。接着，威廉和伊丽莎白在两把剑的委婉表达下，完成了婚礼的最后环节。威廉把装有自己心脏的巨魂棺交给伊丽莎白保管，他们对天发誓永远不会背叛对方。之后，威廉驾驶荷兰人号消失在一道绿光中，巴博萨则按照惯例偷走了杰克的黑珍珠号，打算带领大家去寻找让人青春永驻的不老泉。但这次杰克留了一手，他先下手偷走了巴博萨的藏宝图。随着藏宝图缓缓转动，一场新的冒险也就此展开。